一名985的学霸在日本被饿死，这件事你敢信吗？她叫做王毅，是一个天才少女，新闻学硕士，这样的学历在中国是妥妥的高材生。她为什么放着中国优越的生活不过，跑到一个语言不通、完全陌生的一个国度去呢？这件事儿还得从头说起。王毅1986年出生在贵州贵阳的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是普通农民，家贫但从小就聪明好学。16岁就考上了吉林大学的材料专业，毕业后又考上了武汉大学的新闻专业。23岁就拿到了国家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，这份履历可以说是相当炸裂。武汉大学那可是中国著名的985高校，考上武大是相当难的，录取分数相当高。而王毅年仅23岁就能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，在求学考试这方面，王毅的本事已经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。从小到大一路走来，他都是父母和老师心中的骄傲，是家长嘴里常念叨的别人家的孩子。王毅原本应该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，但他的最终结局最终竟在日本活活饿死，而且在被饿死之前已经遭受了长达3年的饥饿折磨，是被一点一点慢慢耗尽了生命。在参加工作之后，王毅长期受到反华思想的深度洗脑，变得极其亲近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等西方国家，把外国当作理想中的圣地，对中国则充满了极度的厌恶。在多家媒体机构任职，度过了10几年的职业生涯后，王毅终于等来了一个契机，前往他向往已久的日本，开启他的留学之旅。2020年，王毅成功抵达日本，开始了留学生活。出发之前，他不仅带走了自己全部的积蓄，还特意借了20万元贷款，并且不打算归还，把债务留给了自己的父母。这是下定了决心，到了日本就一定不回来了，黑也要黑在日本。去日本之前，34岁的王毅已经明显发福，但精神状态很好。但和国内的考学不同，王毅的这种留学肯定和正常途径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甚至是5月25日到了日本之后才知道，学费是一个自己远远负担不起的天价，甚至在发现自己支付不起学费后，还能换一个便宜点的学校读书，准备先把学费付了，然后靠自己打工来支撑生活。什么样的留学是到了异国之后才知道学费金额，还能在1天之内换学校读书？正规学校可不是菜市场，那可不是你想上哪个就上哪个的。王毅不仅在中国985大学只缴纳过象征性学费，也没有在中国吃过工作的苦，一直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。来了日本后，不仅是这样的野鸡大学为圣地，还掏空了积蓄来交学费，甚至还主动在自己已经34岁年龄的时候来吃工作的苦，毫无怨言，开开心心。因为他是为了来日本而来日本，只要能以留学身份待在日本就很开心了。他这辈子接受到的认知就是，在日本留学期间，随便打打工就能赚到不少钱，无非就是辛苦一些罢了。可实际上呢，他连自己的基本开销都挣不够。王毅显然是高估了在日本打工能挣到的钱，也明显低估了打工的辛苦程度。因为他在中国学的是新闻专业，之后10几年也是在各路新闻媒体中工作，这些知识和经验在国内有用，但在日本一文不值。而他又是一个常年坐办公室的文员，真正体力活的苦根本吃不了，典型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人。5月份交完学费后没多久，王毅就断粮了，缺钱缺到没东西吃那种地步。根据王毅自己发布在网上的信息显示，他最早断粮求救，甚至发生在刚刚交完学费之后。3个月后的8月，然后在9月13日又在网络求助，希望能在树叶变黄前吃上一次烧鹅。有好心人给送了一只烧鹅，王毅吃了之后非常感恩。之后的王毅就成了一个网络乞丐，天天在网上乞讨，而且只要吃的不要钱，是一个真正的乞丐。在2021年，作为一个985的硕士，王毅的目标不是挣多少钱，而是撑住别饿死。但是在快被日本饿死的同时，王毅依然狂热地爱着日本，并极端反华。王毅抱怨说，自己的爸爸根本没顾上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，因为王毅借钱跑到日本之后，就跟自己家里断了联系。2022 5月，王毅在菜市场看上了一款标价1200日元的菜，舍不得买，打算熬到菜场快收摊打折的时候再下手。结果来了个老头，二话不说直接把菜给买走了，王毅气得够呛。2022年10月，王毅后排的同学阳了，被日本政府强制做了核酸检查，收费2000日元。约合100人民币。王毅对被强制做核酸这事儿没有意见，但对做一次核酸强制收取2000日元这个事儿怨气很大，说这是抢劫，不过就是100块钱罢了，没必要这么计较吧。
当然有必要，因为王毅要把所有的钱都攒下来交学费，就连原价1块钱的豆芽都得等到半价才舍得买，更别说是100块钱了。这得省吃俭用多久才能攒出100块钱啊？硬撑了2年之后，王毅已经被学费和生活费彻底榨干了，再也无力支撑下去了。生活状况开始急速恶化。在2023年1月，王毅在穷到只能吃豆芽的时候，还在诋毁中国，每天最大的幻想就是等自己有钱了，一定要买2斤草莓使劲吃。但熬到6月后，王毅已经饿得没力气去幻想了，因为省着吃的打折鸡蛋在温度升高后放坏了，把王毅给心疼坏了。6月6日，王毅核对完餐食价格后，只买了一份白米饭，自己用白纸画了个鸡腿，放在饭上，假装给自己加餐。6月10日，王毅在路边捡了行道树掉落的青梅，以为可以吃上点水果，结果自己的牙都已经坏了，啃不动。2023年7月3日，经常给王毅投喂的那位好心同学不来了。从事后看，这其实断绝了王毅最后生的希望。但王毅并没有察觉到死亡的阴影正在靠近，还在给被刺杀1年的安倍尽孝。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会在日本饿死这种事。7月18日，王毅已经连吃4天冷冻西兰花了。7月19日，王毅很想吃一口排骨冬瓜汤。7月21日，王毅为了省电费，已经在盛夏中足足1个月不开空调了，只能硬撑着熬下去。7月23日，王毅已经饿得浑身发软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严重营养不良，血糖过低，走在路上都能突然摔倒。2023年8月9日，王毅买不起那些让他眼馋的网红美食，只好买了瓶便宜的碳酸饮料来填填肚子。眼看就要在日本活活饿死了，但快被饿死的王毅并不值得我们心疼，因为他不仅没觉得自己快被饿死，还说中国的未来会是饿殍遍野。饿殍遍野的意思是饿死的人到处都是，形容遇到天灾人祸、穷苦百姓大量死亡的悲惨景象，并叫嚣说要和平中国。这是他对中国恶毒的诅咒，但这诅咒很快就反弹到了他自己身上。发完这最后的诅咒后，王毅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。2023年8月11日，王毅开始为即将又要缴纳的学费发愁，并继续榨干自己的一切，积攒金钱准备给日本的学校缴纳学费。8月15日，王毅因营养不良，脚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浮肿。8月22日，王毅晕倒在学校的走廊里，被学校的管理人员送回了住所，但并没有任何的处理和保护。8月23日，王毅被人发现死于住所，死因是营养不良，通俗点说就是饿死。这种事哪怕在中国偏远山区的穷困农村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除非你躲起来绝食，否则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被饿到皮包骨头，立马就会冲出一堆扶贫干部，把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中国只要有一个人饿死，那都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当地主管领导的乌纱帽是肯定要被摘掉的。很难想象一个中国的985硕士会在这个食物充裕的时代被活活饿死，而且是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饿死。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，自由到能让一个人活活饿死，完全没人理会，任由快饿死的王毅自生自灭，连最基础的食物保障都没有。只要他愿意回中国，中国就会保护他，中国愿意给任何中国人兜底。而且哪怕有些人已经撕掉了自己的护照，成了黑户，只要愿意来大使馆，依然可以补办身份回国。回国后再怎么样都不可能被饿死。但王毅这样的人不愿意回国，宁可饿死都不回国。把王毅养得白白胖胖的是中国，供养王毅硕士毕业，给王毅一份体面工作的也是中国。日本除了通过巨额学费吸王毅血之外，什么都没做。但王毅爱的是日本，要灭的是中国。这样的人，自新闻硕士毕业后，在中国的各路媒体机构里，居然工作了整整10几年，负责中国的舆论宣传工作。幸好他润到了日本，感恩当初帮助他润到日本的那个中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